接下來我們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美伊戰爭燒出的美國經濟泡沫的末日嗎？會不會發生？我們今天一起來做評估。另外來看到的是美國現在油價狂飆、通膨失控引爆的股債雙殺，這是已經在真實發生的事情哦。殖利率上看10%，另外呢，大家這個空頭的部位已經創了16年的新高了。美股的泡沫會不會引爆？甚至有專家說暴跌80%，真的有可能美國經濟失控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會，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不會，還早，留言寫2來跟我們做互動。先來看，今天會分2個部分，先看美國債市的這個受的衝擊重擊應該這樣講。另外就是美國股市受的重擊。美國債市的部分再度的拉起警報了，最新的市場動態，趕快來帶觀眾朋友來看。現在呢，美國的財政赤字持續的失控，債務已經破了一個新高，超過了39兆美元。國際油價的部分，剛剛講伊朗的部分就知道，現在壓力越來越大。再來就是它的就業數據並沒有現在看起來這麼的不好，所以呢，降低了聯準會降息的預期，所以呢，有可能接下來會打擊到的市場信心，所以我們看到投資人就開始拋售美債了，推升美國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30年公債的這個殖利率多次的突破了5%，也創下了近20年的一個罕見的大關。現在投資人呢都在想說，我們現在買美國的公債，到底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避險的功能嗎？還是會造成更大的危機呢？到底能不能買美國公債呢？那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的擔心？其實美國公債部分現在承受4大壓力，趕快來看到細節。第一個呢，剛剛講了，美債因為現在的數字已經太高了，突破39兆美元，竟然佔 GDP 的比重已經突破100%了，而且呢，光是債務的利息要衝破了1兆美元，讓投資人非常的擔心。第二件事情就是現在正在发生的中東戰事，越來越多的金額跟經費一直花在這個戰爭當中。現在投入的成本，光是伊朗的戰爭已經375億美元了，數字換算新台幣竟然超過了1兆，而且美國還要持續追加600多億，這個成本越來越高了。第三個事情是 AI 的投資造成的金融壓力，大家也在看說 AI 会不會泡沫啊？而且你一直不斷的在發新債，到底能不能回本啊？這是第三個。最後就是總和了這3個一直在加的成本花費越來越高，所以引爆了現在債務過高的風險。大家也在看說美債的信用評等會不會被下調呢？種種的壓力之下，造成了這個美債的重擊，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苑老師怎麼看美債危機會不會逼近？我跟大家強調哈，美債是一個哲學問題。什麼樣的哲學問題呢？就是說你這個人的信用非常好，信用好導致呢這個信用可以貸款多少錢？比如說我的信用的話就是台大教授我要貸款的時候呢，一定比一個失業的人要高很多。為什麼要不到錢的你跑到台大大門口講，你們哲學老師他媽欠債不還？我們校長陳文章丟不起這個臉就會把他叫起來，要處理這個問題，先處理再講，這個就叫信用。現在美國就面對這個問題美國什麼問題呢？你這邊強調我跟你講你剛剛講的說殖利率上看10%，這個是亂講的啦，殖利率上看5%的不得了了。為什麼？因為你要拿殖利率，什麼叫殖利率？就是美國發行債務的時候，那個債本身有利率的。然後呢，美國因為它信用好，美國信用好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它的國債可以變成一個大家定位價值的一個基礎。就是美國10年期國債是所有定位價值，就是你想要求就是退休金的這個基金的話呢，他們就是確保要有收入的話就買美國國債，這個是他的信用好。那美國信用好的話呢，但是現在的話，你欠債欠到39兆的情況下的話呢，大家講的說，這個價錢往下滑，下滑的只好產生的利息叫做殖利率，這是第二種利息這個不是美債的利息，這殖利率就是你的美債價錢人家越不要美債，然後它的利息越高，為什麼要鼓勵你來買？就是美國就在玩信用，就全世界也只有美國可以玩這個信用。說句良心話，美債要垮，沒有人敢講，因為美債一垮，全世界就沒有信用可言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的話呢，這個戰爭我覺得有點浮泛。海格賽斯最近大家的這個東西不是稀巴爛，是喊多少就多少，這個你每個預算都要有單位的，它突然就漲了快90億美金，這個在2月2號打到現在，就是才多少天？2月28，不到140天，你們亂喊這麼價錢，所以美國的那個國會他們就覺得說，你到底有沒有責任感？另外就是 AI 的泡沫。
AI 的泡沫真正的問題不是在美國本身的 AI 泡沫，而是在美國目前面對了大陸的 AI 的追擊，因為大陸採取的策略都是開源的。你現在我最近的話，我今天要用这個 ChatGPT 的時候，馬上就規定，我覺得速度變慢變笨，然後跟我講說你每個月付20塊，我又繼續聰明起來。我就覺得開始要收錢，我趕快換那豆包去了啊！所以說這個是 AI 本身 AI 的問題，它不賺錢，不賺錢，但是投資量非常大。然後最後再講到說是在信用的問題，前面3個因素結合起來，發覺美國本身在用錢的過程中完全沒有責任感可言。這個沒有責任感可言的話，就是說你一個大財主，我就給大家舉個例子啊，就是說是那個有個電影叫《活着》嘛，活着那個公子愛這個賭博什麼的，每天簽賬，最後簽到什麼呢？最後他的信用是他那棟房子，最後那個房子就換人了。啊，那美國現在的話呢，就是那個霸主的地位，這才是美國真正跌下神壇的重點。美國跌下神壇不是他的軍力，而是他的經濟。好，那也請將軍來幫我們看，就是美國現在已經債台高築了，那他繼續又說要追加更多的金額用在這一場中東的戰事，會不會讓美國的財政的壓力更加的大？那酈將軍又怎麼看？美債問題不只是哲學問題，也是軍事的問題。這個為什麼我這樣講呢？你知道美軍、美元、美債是美國之所以保持它強盛的這種3大鐵三角。我們知道，以美國它有一個強大的美軍它就可以提供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安全的維護。那基於我可以提供你全世界安全維護，我當然就可以發行我的美債，然後全世界都會去買它的美債然後借着美債就維持它美元的霸權。我們講個很簡單的例子，譬如中東現在為什麼這個美元可以維持這個霸權，就是因為它跟石油掛鈎嘛。那為什麼波斯灣地區的國家願意用美元來買石油，就是因為美軍嘛。所以我覺得美軍、美元、美債這是3者合一的可是這3者合一雖然說看似鐵三角，其中只要有一個這種破口破的話，我跟你講3個會一起垮台，因為這3個是互相依靠的。那現在軍事來講的話，美軍像這次伊朗這次戰爭就造成美軍來講的話，在軍費上面繼續的持續的債台高築，包括赫格塞斯他在眾議裡面。他接受這個聽證會的時候，他都講這次光伊朗戰爭成本是375億美元，那後續來講的話，他還要再追加670億，那已經是上千億美元了。美國一年的國防預算來講的話，也不過是1000億美元，為了打這場仗，你等於就耗掉國防部這個美國國防部1年的財政預算。那你這種財政預算，你這個錢從哪裡來？你還是要去借錢嘛，最簡單的道理去借錢嘛。那為什麼這次的戰爭讓美債會面臨那麼大壓力？當然，因為這場戰爭，第一個我們剛剛講的，美國要借更多的錢來供養他的軍隊，來買他的武器。第二個就是推升油價嘛。這伊朗戰爭因為油價的推升，就容易造成通膨的失控然後尤其是現在，我覺得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原來還只有荷姆茲海峽被封鎖，那每天全世界。大概能源來講，有1/5要從荷姆茲海峽從這邊出去。那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之後，我們造成在前一波3月份的時候，每桶原油都已經上漲到120、130以上。那如果說現在更嚴重的，如果說是伊朗慫恿他的這種小弟這個胡塞組織把曼德海峽也封鎖，那我跟你講，那油價一定是更是飆升。為什麼？因為我們看一下，沙特是最大的產油國，它原來的油都從哪裡出口的？從這個波斯灣那邊、北邊那邊出口的。那北邊那邊荷姆茲海峽走不通之後，它將它油運到南海这個港口這邊，從紅海這邊再走曼德海峽出去。那萬一曼德海峽也被封鎖住，等於是這個沙特來講，它沒有一滴油出得去，那一定會推升這整個通膨，推升通膨的結果就一定怎麼樣？一定會美國 FED 一定會這個升息嘛，這是最簡單的這種道理。如果說 FED 升息，美國現在以高達31兆國債的狀況，它的利息支出會更多它現在每一年大概就要光付這個利息就要1兆美元。那如果說是這個 FED 在升息，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川普每天逼着這種 FED 主席要降息就是因為他的這種國債太高，所以這場戰爭很明顯的讓美國，我覺得這個一定是吃不消了。那你在這種軍事上面，你後續來講，你怎麼去發展你所謂的金熊計劃或者是你 F-47戰機或者你的川普戰艦，我覺得這些都對美國來講真的是在
做白日夢。我覺得後續來講，你沒有錢，你就根本就辦不了這些事情，也沒有國家會再敢把那麼多的錢借給大家。後續來講，我們看得到，可能就開始在拋售美債。好，我們現在是看到的是美國的經濟雙線重擊。剛剛看到的雙線之一的第一線就是我們剛剛談的美債，那第二線的重擊就是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美股。美股確實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承壓哦，尤其在23號，光是這一天，美股的7巨頭市值一天之內蒸發了7900多億美元，創下2025年4月關稅戰爆發之後最大的一個跌幅。這當中科技股我們看到了，包括 Alphabet 跟特斯拉第二季財報因為表現不好後領跌，股價分別重挫7%、14%。特斯拉一天市值噴掉了2000億美元。現在全球包括在美國的股市的部分這個他們的避險情緒升溫之際，美股空頭壓住的規模也創下了2010年以來最高水準，逼近金融海嘯。這一位是萬年空頭的專家胡斯曼，他警告，如果 AI 投資持續的降溫，他認為說美股會處在歷史上現在看起来是最投機的一個階段，未來標普500可能最壞會重挫75%。而如將軍剛剛幫我們特別看到的，如果美國的通膨在持續的升溫的話，會迫使聯準會做出一些動作，到時候美股可能面臨修正，而且幅度，專家說高達80%的一個修正幅度，非常的可怕。幹哥怎麼看？就昨天呢，一天之內蒸發快8000億美金，7大科技股全面重挫。哪7大？你通通都曉得，好不好？亞馬遜啊、蘋果啊、Alphabet 啊、輝達啊，還有最厲害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一家虧掉2000億美金。我跟你講，在那個馬斯克的眼中，2000億對他來講，那根本就是什麼金錢遊戲，是不是？是不是這樣子？不然的話，他要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事情？一天之內重挫這麼多，所以現在就很多專家就警告他說：“我跟你講，大家不要再去追那什麼，去追那個很多幻想的 AI 概念股，你應該要把投資風險分散在估值比較低的企業。果然，估值比較低的企業，他們看漲。我剛才講的那個7大。科技股通跌，對不對？有3家上漲，哪3家 ？SK 海力士，還有哪裡？美光，這種公司，它的股票上來，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叫做賣產值的，在他們股市的那個術語裡面說，這些公司都賣產值的，什麼意思？你知道？就賣產值的，就是說他們就是做最基礎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會去編織 AI 的夢想，所以像 SK 海力士、美光。他們反而是反彈了。那他們賣什麼產值？很簡單，他們就是高階記憶體晶片，對不對？他們就是專門做這樣子的。他們不會去編織一個夢，他不會像馬斯克一樣去說：“我跟你講哦，我現在要投資4000億的 AI 算力中心，在哪裡？4000億美金的 AI 算力中心，當然它蓋成了以後。”它可能真的是 AI 裡面的一個巨擘，但問題是在之前他所說出來都是夢，難怪胡斯曼要講這個話。胡斯曼是何許人也？胡斯曼是華爾街非常有名的一個專門做空的專家啦。坦白講，他在1999年的時候預測2000年會發生網絡泡沫化，他的預測完全應驗了。當時他就講，他說這個已經是在歷史上面美股不正常的高點，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2個字叫做投機。他今天又講這個話了，胡斯曼他又講了，所有高科技領域的公司跟企業，他們都在投資這個什麼？他们都在投資這種不實際的投機的。AI 是非常非常大的人類的這個科技的進步，可是，在你讓它成為一個可以賺錢的工具之前，這個市場已經嚴重扭曲，所以標準普爾將來會跌掉75%，他直接預測標準普爾跌掉75%，然後呢，美國通膨的惡化會使聯準會一直維持高利率，然後美股會有80%的跌幅。當然，胡斯曼被其他的專家笑說，
這個人哦，從頭到尾就在你知道危言聳聽。我跟你講啊，他每次講出來的話都嚇死人。如果真的照胡適範這樣講的話，那大家都不要活了。可是你再想一想，胡適範講的也是有一些道理啊。他說為什麼你知道？我告訴你，現在這個赤字都建立在誰的身上，你知道嗎？建立在政府在支撐，建立在美國的一般家庭的消費在支撐。還有呢，還有就是你們沒有看到的，在背後大家都是用什麼，知道？就是用一個很美麗的股市的那個表象來支撐這個虛假的泡沫。然後哪一天如果說 AI 泡沫真的發生了的話，他也不會覺得很奇怪。所以他是嚴重警告，美國的經濟的虛實，並不是我們外表所看到的那麼的實在。也就是如果川普再這樣亂搞下去的話，那必跌，而且會跌得很慘。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